那我这个出租房可能我要20年以后，或者至少10年以后，我才可能会卖掉它。那我必须等到10年以后，我才能把这2万块钱作为一个抵税的项目，然后去减少我的税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我本来准备给大家讲一讲的一个问题，这是里面可以涉及到折旧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房子本身当时你付了80万100万去买，然后中间也花了很多的钱去维护，可是非得等到卖的时候嘛，不一定。这里面呢，你可以采用一个折旧，就是什么叫折旧呢？就是说房屋镇税局是允许你每一年提取4%，这个房屋原始 cost 的4%作为当年的费用，然后去抵减你的出租收入。比如说我一个房子80万买的，那我当年所有的收入减掉所有的费用，我还剩2万块钱的净利润，我有的人会想着说我不想去把这2万块交税，那这时候你可以采用折旧，用房屋的80万乘以4%，也就是3.2万来折旧。当然，你这个折旧里面涉及到很专业的知识，你不能把这3.2万全用上，因为折旧是不能产生 loss， 不能让你的出租收入变成负的，或者说变成更多的负。原来别人在折旧之前你就是负数了，你就不能用折旧了。原来折旧之前是正的，你就最多能把你的折旧使用到你的那个净利润成为0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会用2万的折旧。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让你的那个所得税需要所交的所得税是不是延迟下去？可以延迟到什么时候？延迟到你卖房。当然，你每一年的折旧额度能用的会越来越少，对吧？因为你80万第一年用掉了2万，你第2年就是78万的4%，第3年就会更少，越来越少。而且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折旧的情况下呢，当你在你卖的那一年，你之前所有用掉的折旧费用都会以 recapture 的形式打入到你卖房那一年的收入里面。那基本上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是最高税率了，对吗？因为一般卖房，当年都会挣很多的钱，几十万甚至。那么你再增加这个 recapture 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基本上是以最高税率。也许在你当年用它的时候，你只节省了30%的税，但是等你卖的时候加回到你收入里头，你就要用50%的税率去交税。那有的人会问，那我为什么要折旧？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钱的时间价值。如果说你这个物业在你手上留有20年、30年、40年，甚至，那你之前你每一年你从40年之前，你可能就省了一笔1万块的税钱，对吗？然后你第2年又省了8000万的税钱，慢慢这40年加下来，这些省就是延迟交的税，我们不能说省，就 delay 的税钱，也是很大的一笔收益。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你的整体规划，你打算拥有这个房子多长时间，然后你当年的收入的税率是多少，然后从而来决定你需不需要用到折旧，从而来决定你要折旧多少。我建议这个呢，你是一定要和你的会计一起做一个统一的规划。这就是一个税务规划的问题了，没有可能也一句话就能概括掉。对，因为像我们有的客户自己也说知道我3年后、2年后我可能就要卖房，短期内卖房，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不要折旧。就当我们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说他不要折旧。然后说到这里折旧里头，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提醒大家哈，很多人会认为我的报税软件会自动算我的折旧，对吗？我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只需要告诉会计我要不要折旧。其实不完全是想简单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你拥有多套物业的时候，那比如说你有5个房子，一般这个系统报税软件，它是考虑的是你整个这5个房子的折旧不要产生负数，但它其中1个房子是可以产生负数的，就是折旧可以让你的 rental income 就是净利润成为负，整个5个不成为负就可以，就不增加负数就可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那个报税软件是 random， 就是很偶然性的去挑其中1个房子去折旧。
比如说你有5个房子，挑其中一个房子，但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的。在这5个房子中，你有一个房子很快就想卖掉，有一个房子你打算拥有20年、30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不想让那个系统去挑那个马上卖的房子去折旧。你想，因为你马上卖了，你折旧的东西会马上加回到你的收入里，你没有起到延税的目的，对吗？你会希望系统去挑那个你打算长期拥有的那个房子去折旧，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这就是取决于你有多细心报税的时候。然后你这种上是要 manually 去 calculate CCA 和 override 你我说的 CCA 就是折旧，去那个手动的计算一下你的折旧和就是说就是覆盖掉系统的计算，就输入你自己的计算。好的，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折旧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减税的方法，其实它只是一个延税的方式。对的。那这个一旦是延税的方式呢，那我们就一定要想，我们是不是从一个低税率延到了高税率，还是从个高税率延到了低税率？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一个税务规划的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也不会那么的复杂，它不仅仅是考虑低税率到高税率，还是高税率到低税率，这是其中一个考量方式，它还跟你当前的现金紧不紧张有关系啊。你今年你想不想一次拿出1万块钱来？就是还有落袋为安的。对，还有就是对啊，还有就是你时间价值，就还是回到我刚刚提到的时间价值。也许你现在是40%的税率，将来是折旧加回到你头上是50%，虽然是低税率变成高税率，但如果我能延20年，我也愿意的，对吗？那就是说，只有说你现在已经达到最高税率的情况下，你才可以放心的，就是说去用这个折旧，因为至少是在延税，而且没有延到高税率，因为我现在已经很高了。就说比如说我出租房很多，出租收入很多，或者我本身的工资收入也很多的情况，已经到了53%的最高税率的时候。那折旧就可以做了。不是这样的说折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做，折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多种考量方式，只是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啊，给了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不用考量，你就去折旧，因为你不会吃亏。因为这是一个极限的那个。是的。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哪怕你的税率没有到53%。你甚至20%、30%，你也可以考虑折旧，就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你跟你的会计一起分析一下。哎呦，经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感觉我又进到那个雾里那种感觉。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讲，我这段视频我得多看2遍。所以这是会计做的事情，我们只需要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对，太专业了。从认识陈荣开始，我就觉得陈荣的这个逻辑呀，或者是讲话这一套东西特别的清楚。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就跟他的这个职业是有相关的，我觉得。术业有专攻，我一直在说这句，我一直在说这话，就像这个拍摄视频啊，制作这个频道啊，那是你的强项，这个我们就一切听你的。对，所以呢，你看咱们这个明眼看世界啊，我就说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又是指广泛的，还有指这个微观的。那我们就是每行每业，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这小世界实际上呢，像你这种有这种很专业的，我们就要挖掘出来，让你给我们讲出来你的这些经验，然后我们来给它分享出去。没有问题，我也是，我在平时生活中，平时也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而且我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比较专，应该说是。所以我自己本人也拥有一些投资物业，所以会在这方面了解的更加就是挖掘到每一个细节。在整个出租房报税这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pic，我想要讲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也是比较能涉及到节税延税比较重要的一个工具。那就是刚刚我记得这个朋友也问过我。你说你有孩子，就是你的那个自住房，今年不想自住了，换了自住，但你又不想卖掉的情况下，是这个吗？
是的，刚才那个陈老师跟我们讲了关于 rental income 的 expense 是怎么样把这些 expense 全都放进来，然后呢，那当然也有一些折旧呀，或者是capital 需要 capitalize 的费用不能放到 expense 里的这一些。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出租房它还有一个 capital gain 的税务问题，就是说在卖它的时候有个 capital gain。而不光是我们在租它的时候有个 rental income 需要报税，那卖的时候有个 capital gain， 就是比如说我们自住房是没有的哈，那出租房是有的。那关于 capital gain 的报税，您帮我们捋一捋我们的思路。关于捋之前我先给你倒点水。好，增值税这方面很直观，也就是你的卖价减掉你所有的成本啊，这个成本呢包括你的买价、你的欢迎税。你过户时候的公证费，还有包括很多这些年期间的一些装修费用，就是我们那个 topic 讲过的打入到成本的装修费用，你当年抵减掉的你不能再用了啊。好，这个差值算出来就是 capital gain 要一半要算到收入里，但这是实际你卖掉的，那有一种情况你没卖掉，你改变了房子的用途。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不卖房，我就什么都不用做，这个是错误的。那我想我的理解就是说，我这个出租房卖的时候会产生一个 capital gain， 这时候是要报税的。只要不卖就没有关系，我就报 rental income 就好了。不是，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不完全正确。房子并不是一定要真正卖的时候才会产生增值。当你改变房屋的用途，比如说你从自住房，把它变成了一个出租房，这个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个视同销售 ，CRA 是要求视同销售，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改变用途的当年，用它的市价作为你的卖价，然后之前的增值是要计算出来的。至于那个增值，如果之前你是主居，你就可以免掉；如果不是主居，你就要交所得税。好，那我出租房变成自住房呢？同样的情况，也是一个叫 deemed disposition 视同销售。那个出租房之前的增值，要上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免税工具，也可以用到，叫一个税权的选择。当你改变房屋的用途的时候，你是可以比如说从自住变成出租，你可以在报税的当年做出一个 election。然后把这个 election 寄给政府，意思是我可以继续指定这个房子不改变它的用途，在接下来4年内不改变它的用途。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继续把这房子作为你的自住做4年，虽然你没有真正住在里头，虽然你这4年中实际上是把它出租出去，当然你是会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你在接下来4年里面，你这房子不能折旧。然后你不能同时在接下来年份里，你不能同时指定另外一套房子做主居，但至少他给了你一个选择，延展4年的选择，而且这个4年的满足一定特殊条件下可以再4年，比如说你搬家这样子。当你出租转成自住，同样你也有一个税权的选择，也是可以把之前转变用途之前4年作为自住。这样你可以得到之前4年的增值，将来能够免税。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人民币的，很多房主拿自己的房做人民币，这方面税务问题，请你讲一下好。好的，这个 Airbnb 最近比较流行。是。我想在大部分人的脑海中，你们觉得是应该按出租收入来报，还是按这个生意收入来报？我觉得是生意吧，这个 Airbnb 就是生意啊。可是那按生意收入来报，坏处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业主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吃亏的地方，我们说。按生意来报按生意来报可能会，如果收入多的话，可能还会有涉及到一个 GST、QST 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商业税吗？它是复杂，但是这个钱不是你口袋里出去的。如果是 GST、QST， 你是从customer那个
这个什么客户那里收来的，只是复杂一点，但不是从你口袋里出去的钱。其实按 business 生意收入来上税的话，你要交 QPP。QPP。哦，对了，那我明白了。所以如果他的生意收入是一个 self-employment 对 income， 这个 income 会产生一个自己要交的 QPP。对，这个 QPP 是什么？你回省退休。回省退休基金。就说你的统筹要保险你要自己交，雇主和你自己的那一份你都是自雇要自己全面交的。对，所以呢，就是说从 CRA 的规定里面呢 ，Airbnb 的那个收入其实是可以按照 rental income 来报的，只要你不是说你不提供特殊的什么 meals 这些的，什么 laundry 这个 laundry 是就是包含正常的那个，比如说这个房子的床单这些 laundry 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提供这种 service 给这个客户的那个特殊的这个 laundry 不是特殊就是好，那我明白了，除掉你本身房子的 supply 上面的 laundry。我在他入住的时候提供的所有的服务，这个都没有关系。可是他入住之后期间我不能再提供服务了。如果这个期间我没有给他提供清洁啊或者饮食啊这些服务，我就可以作为 rental income 来做了，是这意思吗？就是说你哪怕是入住之前你说的这个 meal， 我包 meals 这个也不行。对。额外不是你跟你入住之间和之前，比如说我帮你，我会有人来收你的衣服去洗，这个包，你就跟出租房提供的服务比它多就行，你跟出租房同样级别的服务和供给 supply 就可以。对的。你要多余的那都属于。你就成为了旅馆了 ，hotel 了 ，motel 了，你就是一个生意收入。就是不能提供饮食，因为饮食肯定是入住以后提供，你之前答应也提供不了，你得进去给人家做饭或者送饭。就反正一个原则就是你跟那个就像刚刚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你提供的跟你出租房基本相同的服务，你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他住。提供住而不是提供服务。对，你就还是可以作为出租收入来报的。差不多应该快要结束今天的这个出租房报税的话题之前，刚刚说到这个 deemed disposition 就视同销售，这里面有一个小 topic 我点出来一下，就是说，你以当时的市价作为你的销售价格，那这个市价是怎么来定？谁来定？对吗？这个我们叫做 fair market value， 对 fair market value 就市场价怎么来定？谁来定？那么最不可退，就是市政府基本不会就是 question 你，不能 challenge 你的，那就是一个专业的评估师的一个价格报告，专业的那个房屋评估师的价格报告。所以在转的当年，你最好是请一个拿到一份这个，你如果不打算做延展啊，你不打算做那个税权的 election， 你只打算做那个视同销售，你是最好拿到一个这个专业评估师的一个价格报告。当然这个价格评估的越高，对你可能将来越有利。因为你的将来以后变成出租房，你的成本就越高嘛。它评估的那个价格越高，你将来的那个成本就越高，那么你将来的增值会减少嘛。那我就是今年我去做评估的话，今年的评估价肯定是不好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可不可以明年再去做比如说后年它这个市场好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评估价可以吗？那不，你可以后年去做今年的评估价，你不能后年去做后年的评估价。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出租房多的时候，我们家的车肯定会经常收租啊，做一些小维修啊，会用到这个车。那我这个车的费用可以抵吗？因为我看到有个车费用的那个项目，我不知道这个车的费用怎么报。是这样的哈，关于那个出租房申报那个汽车费用的问题，这里面的规定是非常的细节化的。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你只有一个出租房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当你有多于一个出租房的时候。那我们说只有一个出租房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奇葩的规定，就是你的出租房必须跟你的那个自住房得在一个大区里面，
得在一个大区，对，就不能得在一个大区里。然后他对于这个还有别的要求，比如说你得自己亲自本人做一部分的装修工作，做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装修工作。然后那么能抵减的费用也非常有限，就是说你拿你的车去运送你的装修工具和那材料的这种产生的费用。你可以抵减，你不能抵减你去收租的费用。当然，如果你有超过2个物业，就是包括2个物业的时候，它的规定又不一样了。它规定一个是它这个时候它不规定你跟你的自住房在不在同一个大区里，在也可以，不在也可以。但是你这2个出租物业必须是不同的2个 site。site 是就是不能是一个挨一个，就在一个，比如在同一个不在一个地块，对，在不同的 site， 然后它能够抵减的费用也多一些，就是说不一定你非得像自己做装修，你可以去管理监督别人做装修，你去收租产生的费用也是可以的。哦，那就一个自住房的，就一个出租房的时候，收租的费用是不能。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就是说。而且他要求你在同一个大区的时候，你才能抵减车费用。那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渥太华有一个出租房，我住在蒙特利尔，那他有可能就会借这个理由，他去旅游，对吧？开到渥太华去玩，他也把它打到他的费用里面去。明白。反正这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一种 logic。我还觉得怎么越远越不让比如去纽约，你有出租房，你开车去纽约，对，要房租，你的车费给主要的目的是有的人是要房租的，对。然后它这个能抵减的车的费用，那就是包括你汽车所有的费用，只不过你要用一个百分比，它这个就是说你产生1000块的车钱，那你这个房子上面抵减多少是根据公里数来的。就是说你全年开2万公里，那么你开到这个用于这个房子这些活动方面，就可抵减的这些活动方面，多少公里，然后得出一个比例。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想包车的费用，一定要事先做好这个公里数的记录，是吧？对，要的，因为这个政府而且比较容易查这一块，对于这个 car expense 是查的比较严，他们一般会首先要求你出示一个行车记录。然后来支持你这个百分比，你用到的百分比。你别说这些税务方面的这些条框门路真是太多了。那是的，尤其是个人税，其实看似简单，但是细节规定非常多。我看似都不简单，但听你们这一说，我就觉得我该学习的地方就太多了。就是很感谢钱老师，我起码知道我要交给会计些什么东西了，要跟会计汇报一些什么东西了，然后会计才能给我正确的把税报出来。对，第一步是学会沟通，跟会计，怎么样给会计准备我的材料。而且你心中，我们不期待这一次的这个聊天就能让大家都变成一个会计专家，对吗？税务专家，对。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就是说，一个认知，那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是说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士来做。对吗？然后不，就说你至少你要知道有这么一个选项，你要注意在脑子里有这么一根弦有些东西你是要汇报给你的会计的，你或者说在有些东西你自己报税时候处理不了的时候，你会去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沟通你也要知道，你要沟通要说些什么，让会计去知道你的信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以为自住房，就是说我变成出租，我没有意识说要跟会计说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也没有卖它。对，很多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过了几年发现，哎呀，我没有了这个税权的选择我没有报这个 deemed disposition， 我要产生罚金，这种情况太多了。对。哎呀，今天真是一听完这些知识啊，我觉得真是我真的够乱了。那咱们下期是不是跟大家伙还要讲些什么呢？
是这样的哈，个人税方面是有很多 topic 可以讲的，也是有很多大家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tips 在里面的哈，门门道道的可以。我也希望用我比如说像海外资产申报啊，还有那个小生意啊，写 small business 的报税，还有包括很多朋友问我要不要成立公司，对吗？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公司的构架来做 tax planning，这各个方面的 topic 都可以讲。我也希望我用到我17年从业经验，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两个我随时可以请教你，但是咱们有好多朋友啊，有些时候万一他有这方面问题，他要找你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我把你的联系方式我就放在片尾吧？可以的。好吧。好，那今天呢，谢谢啦，谢谢陈老师，谢谢。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哈，这是我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3个月多少？先报上你的。